什么？这家银行居然针对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别做系统性的歧视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独立离岸顾问Sean，关注我，让你全球都有人。早在2021年年末，我就有分享格鲁吉亚20分钟开设离岸银行账户的应许之地，并在随后分别用多期专题视频介绍了格鲁吉亚银行、BOG、TBC 银行等等相关内容。这不，我前脚离开了亚美尼亚，立马就来到了格鲁吉亚。本着从理论到实践的原则，虽然我自己拥有的离岸账户已经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了，但是为了发扬我们全球人的先驱探索精神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，实践出真知，亲身实践并验证是我对各位全球人观众朋友们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因此我以黄继光堵枪口的大义凛然，直接冲进了 BOG、TBC、Basis Bank 和 Terra Bank 这么4家银行。我在格鲁吉亚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？真的20分钟开户了吗？开户达人上是不是在这个高加索小国遭遇滑铁卢了呢？话不多说 ，Let's get into it。Basis Bank， 你知道吗？在格鲁吉亚居然有一家中资银行。是的，这家银行叫做 Basis Bank。既然华语观众是我们频道的直接定位，那么中资银行就成为了我在格鲁吉亚抢的第一家银行。话说啊，好不容易取到了号，我兴致勃勃地冲进了银行柜台前，说我拿的是中国护照，我来开设个人账户的。本以为柜台小姐姐会给我来个格鲁吉亚式的热情洋溢，但是万万没想到，首先对面坐着的是一位卷发的老大姐，这倒是不要紧，她却来了一句话，把我给堵得心塞了。Chinese are not allowed。什么？这家银行居然针对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别做系统性的歧视？当然，可能柜台老大姐英文表达不够准确，她似乎感觉到了我的窘迫，她淡淡的补了一句 ：“Unless you have residency permit in Georgia。”也就是说，除非你拥有格鲁吉亚的居民准证。出于我所代表的这个民族和国别的礼貌，我还是微笑着向她致谢，并且弱弱的退下了。当然，在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Basis Bank 的背景。2012年，中国新疆的华菱集团100%的股份收购了 Basis Bank， 中文名叫做格鲁吉亚巴塞斯银行。由于中资背景，这家银行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开设银联卡，除了常规的美元、英镑，还有人民币这个币种可供选择。可惜的是，该行目前完全不支持像我这样的旅行开户。TBC 我在今年5月份刚刚有视频介绍，跟 BOG 都属于格鲁吉亚国内数1数2的王者级别的银行，因此这次我的开户之旅对 TBC 那是抱有很高的期望值的。一进到 TBC 分行里边，柜台的小姐姐们确实一个比一个漂亮，一看就是高薪养颜啊，服务态度也是特别的热情，一扫我刚刚在 Basis Bank 开户的阴霾。不仅如此，他们对外国人开户的政策也特别的给力，没有开户费，没有管理费，无存款要求，还提供多币种，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！该行在收集完我的资料后，也热情地送我走出了分行。他们告知我，大概2个工作日就会有审核结果。然而，这所谓的2个工作日，却最终演变为了遥遥无期。申请开户温暖如春，账户获批却是石沉大海。后来我了解到，目前 TBC 对中国国籍的申请者态度已经大不如前。比如像我这样优质的申请客户，我提供了我格鲁吉亚本地的手机号，我在世界各地的工作证明、收入证明，甚至我刚刚在亚美尼亚完成的创业证明。但是开户申请后的结果依然是石沉大海。可想而知 ，TBC 对中国护照持有者目前已经确实不友好了。当然，银行政策是随时间而变化的，我们会持续关注 TBC 的动态。如果未来有任何变化，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。3. 格鲁吉亚银行 BOG。早在2022年，我就有分享格鲁吉亚银行 BOG 的专题视频。这家银行不仅是格鲁吉亚传统金融的佼佼者，更是加密货币领域的先锋。亲身来到 BOG 的分行现场，
说实话，我内心是很忐忑不安的，毕竟已经有2大行的受挫经历了。然而 BOG 确实没有让我失望，这家银行从开户效率到服务态度上，甚至分行的保安，都让我对格鲁吉亚这个国家的好感平添了不少。首先 BOG 分行的硬件倒是和刚刚残忍拒绝我的 TBC 和 Basis Bank 基本毫无二致，我总结为高加索极简风。其次，柜台办事效率是真的高，我算了一下，从我排上号和柜台说话开始算，到最终拿到我手上这张 BOG 的实体卡，全程居然不到半小时，20分钟离岸开户的预言，在我的亲身验证下基本成真。而且 BOG 有几个细节让我记忆犹新。第一是银行柜员特别注重效率以及我的情绪，这是我在其他银行所体验不到的。一位大概30多岁的银行女柜员，她多次提到 BOG 是格鲁吉亚全国开户速度最快的银行，而且他们提供开户现场拿卡和第2天定制名字拿卡这2个选项。我因为在格鲁吉亚一共就停留不到3天，自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开户现场拿卡。格鲁吉亚银行只需要我们准备好以下几个开户资料：一、开户人护照； 2、格鲁吉亚手机号码，用于查收开户短信验证码，并做必要的开户登记； 3、KYC 表格，英文熟练的话，通常填表是不会超过10分钟的。就这些了。说句题外话，我去的第比利斯的 BOG 分行还见识到了一位膘肥体健的保安。令我意外的是，这位保安不但外形气质佳，英文居然还说得溜，对客户的服务态度也是非常的贴心，这让我对 BOG 本来就不错的印象外加了这么一点感情分。因此，如果以5星满分来给 BOG 打分的话，我的客观体验外加情感分至少是满分5星。此外，即便我现在已经离开格鲁吉亚回到了美国 ，BOG 的网上银行和移动应用方面给人体验感也是相当不错的。虽然可能不是最炫酷的界面，但绝对是功能最全面的银行之一。转账、支付、投资，甚至是申请贷款，都能够在 App 上轻松搞定。对于我们这些懒癌患者来说，简直就是福音啊！说到 BOG 的特色服务，那就多了去了。首先，他们的外汇服务简直是一流，该行默认为所有客户提供格鲁吉亚拉里、美元、欧元、英镑这么4大币种。其次，他们的投资咨询服务也是相当的给力。更给力的是，哪怕你什么都不投资，只是在账户里放着存款，利息也是一骑绝尘的。格鲁吉亚拉里的活期存款利率竟然高达10%以上。如果你想在格鲁吉亚进行投资 ，BOG 绝对也是你最好的伙伴。作为一家负责任的银行 ，BOG 也非常注重风险管控，他们制定了严格的 KYC 和 AML 政策，确保所有的加密货币交易都是合法合规的。这不仅保护了客户，也为整个加密货币行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。当然，即便我给 BOG 现场开户的体验达5星满分，但是绝对不能说 BOG 整体都是完美无缺的。它目前有个月管理费是1.5拉里，折合人民币3.3元，对于离岸开户来说还是非常优惠的。如果屏幕前的您确实不能像我这样亲自来格鲁吉亚跑一趟，想要远程开户的那种，当然我们全球人团队也是可以为大家量身解决的。如果您需要开设个人账户，需要提供的就是护照扫描件、申请表格以及开户授权函 POA 海牙认证，无需提供地址证明，就可以快递获得一个账户和银行卡。当然，绝大多数的银行在开户的时候都需要把客户提供的地址证明、水电煤气账单或者信用卡账单这些繁文缛节的资质证明，在格鲁吉亚统统扔掉吧。至于像什么工作简历、资产证明、资信证明等等 ，BOG 通通没有此类文件的要求。更重要的是，开户没有最低存款要求，这对于配置多账户的全球人观众朋友们来说，简直又是一大福音。好了，老铁们，选择银行开户就像选择伴侣一样重要。如果你既需要传统银行服务，又对加密资产感兴趣，那么 BOG 绝对是你的真命天子。4 TerraBank， TerraBank。 当我从 BOG 出来，在阳光明媚的第比利斯街头一抬头，竟然发现了这么一个紫色 logo 的银行。虽然我们对于这家银行从来没有研究过，但是上天既然要把这位紫霞仙子带到我的世界，那肯定有它的用意，不如进去碰碰运气吧。去银行取号一问，没想到居然可以接受外国游客开户。认为我去的正好是 TerraBank 在格鲁吉亚的全国总部，得到的服务感觉分外的热情。
虽然该行对于外国人开户不像 BOG 那么熟悉，但是他们 KYC 填表比 BOG 更加简洁，主要就是经理问你问题，你口头回答即可，最后他们打印出来让你签字。我作为开户人的体验确实是很舒畅的。和 BOG 一样，他们把你的护照、格鲁吉亚本地手机号和 KYC 的资料准备完毕。TerraBank 开户全程耗时最多不过40到50分钟，然后会有一个110拉里的开户手续费。外国人开户默认先给你开格鲁吉亚拉里账户，后续你开启使用后，他们也会给你开通申请美元、欧元等多币种账户。因为之前的视频我都没有给大家介绍过这家银行，这里我还是有必要给大家负责任的介绍一下这家银行的背景。TerraBank 成立于1999年，虽然比起一些百年老店来说还算是个年轻人，但是它的成长速度可是相当的惊人。现在 TerraBank 已经成为了格鲁吉亚第5大商业银行，拥有超过30家分行和600多名员工，这成长速度简直就是火箭般的存在呀！值得注意的是 ，TerraBank 65%的股份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皇室持有，由土豪中的战斗机来给 TerraBank 背书，这银行难道不香吗？当然 ，TerraBank 也不是完美无缺的，比如他们的分行网络相对较小，可能不如一些大银行那么方便。不过，考虑他们强大的在线服务，这个问题其实也不算太大。总的来说 ，TerraBank 是一家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的银行，虽然它可能不是最大的，但绝对是最有个性的银行之一。如果你对 TerraBank 的远程开户感兴趣，大概的流程和资料也和前面的 BOG 大同小异，同样不需要地址证明，不需要开户资金门槛，更不一定需要你的本人出面。总的来说，格鲁吉亚银行业群雄逐鹿，各显神通。BOG 和 TBC 两大巨头实力相当，数字化创新你追我赶，国际化布局齐头并进。而 BOG 在对国际用户的友好度方面，绝对是完胜 TBC 的。TerraBank 虽然规模较小，却在普惠金融和绿色信贷上独树一帜，为中小企业和环保项目雪中送炭。Basis Bank 作为新秀，创新服务令人耳目一新，而中资背景的银行对中国同胞的政策确实让人大跌眼镜。权衡利弊 ，BOG 脱颖而出，它既有大行的稳健和创新，又不失灵活性，国际化程度又非常高，数字化服务也很出众。对于想在格鲁吉亚大展拳脚的各路英雄好汉来说，格鲁吉亚银行 BOG 无疑是最强选择，值得力荐。同时，作为格鲁吉亚的第二选择 ，TerraBank 也是绝对值得您的考虑的。OK， 各位老铁们，关于格鲁吉亚银行开户的话题，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。看了今天的视频，如果你也对格鲁吉亚开户感兴趣，想要进行相关的配置，也都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和我们一起讨论交流，或者直接私信我们一起讨论研究。记得订阅我们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别错过更多关于全球创业、个人开户的劲爆内容。顺手牵羊，一个关于去中心化资产配置和无国界生活方式的频道，我是Sean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